里凯尔患上投篮失忆症。在世界杯首战对阵塞尔维亚9投0中之后，里凯尔的投篮失忆症引起了很多媒体和球迷的关注。从中国回去后，他得了一种怪病，用球迷的话讲是投篮失忆症。2017届的状元福尔茨就是 NBA 患有该病的代表球员，很少有球迷知道里凯尔也深受其扰。什么是投篮失忆症？里凯尔有没有患上投篮失忆症？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在 Mask Off 这个栏目之中，我们一起来追求真相。投篮失忆症是易卜症吗？首先，评论区的很多朋友看了视频的开头“投篮失忆症”，就自然联想到传说中的易卜症。易卜症最大的症状就是运动员在身体和心理上出现问题，进而影响他们肌肉记忆和决策能力，最终他们会无法完成运动中的一些基础技能。比如 MLB 之中的 Mackie Sasser， 作为一名捕手，他甚至无法将球扔回给投手。但是如果将上述视频看完，大家就会知道视频中并没有提到易卜症。目前并没有媒体将里凯尔和易卜症联系在一起，连相关的质疑也没有。那么投篮失忆症是否是肩伤呢？效力灰熊期间，有一天里凯尔突然发现自己的胳膊抬不起来，起初他以为只是肌肉疲劳，但肩膀直至手部的不适感频繁出现，不只是疼，还有控制不住的肌肉抖动，这究竟是什么怪病？2018-19赛季，里凯尔确实遭遇了肩伤，不过里凯尔肩部的伤势并不是突然一天发现的。根据2019年里凯尔的采访，在2019年之前的2016年至17年，里凯尔就已经感觉到了疼痛。I would say 2 or 3 years ago is when it started, but never as severely as this year. It never really stuck around. I would be able to manage it and it would go away. This year, I wasn't. I feel it was serious this time. 最初，灰熊通过注射和理疗来进行治疗，但是未能奏效。2月，里凯尔再次寻求了专家的帮助，最终2019年3月，里凯尔选择接受手术。在 NBA 官网、CBS 等各大网站都有报道。那么肩伤是否等于胸廓出口综合症？有消息传出，里凯尔得了和福尔茨一样的胸廓出口综合征。根据 NBA 第一证实，里凯尔一直遭受胸廓出口综合症。之所以会有媒体怀疑里凯尔和福尔茨一样得了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 胸廓出口综合症，是因为里凯尔接受了手术，叫做 Thoracic Outlet Decompression Surgery 胸廓出口减压手术。这与福尔茨接受的手术是一样的，而这种手术经常用来治疗胸廓出口综合症。胸廓出口是肋骨和锁骨顶端之间的区域，这里不仅有骨头，还有神经和动脉。而胸廓出口综合症就是这块区域受到了挤压，从而对整个身体带来影响，造成一系列的症状。但是选择做这个手术，是不是一定代表里凯尔和福尔茨一样患上了胸廓出口综合症呢？可能也并不尽然。2019年3月，当时还在活跃的布兰登·英格拉姆同样接受了出口减压手术，但是英格拉姆并没有胸廓出口综合症。手术的目的是为了移除他体内的血栓。I got rid of the blood clot. I got surgery underneath my armpit and right around my shoulder area.所以并不能说里凯尔和福尔茨接受了一样的手术，就代表里凯尔和福尔茨患上了同样一种病。首先，灰熊队发言人和里凯尔本人否认了其患有胸廓出口综合症。其次，在各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之中，我没有看到里凯尔确诊胸廓出口综合症的消息，仅仅是 The Athletic's Omari 在一篇文章之中说出了这种可能性。在这篇报道之中，他们请来了知名医学院 Johns Hopkins 和 UC San Francisco 的2位副教授进行解释和分析，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得出里凯尔患有胸廓出口综合症这样的结论。此外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 有不同的种类，而福尔茨患上的是其中压迫神经的 Neurogenic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 所以即使是同样身患胸廓出口综合症，也不一定和福尔茨是一种病。里凯尔自己怎么说？孟菲斯当地媒体 Commercial Appeal 的文章记载了2019年里凯尔术后恢复投篮的情况。在采访之中，里凯尔这样说：I knew once I got the surgery, I was going t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nd learn how to shoot all over again. 19年秋季，里凯尔开始跟随鲍勃塔特进行复健，而他的肩伤和投篮表现一直到2020年的迪士尼园区之中才完全恢复。在手术之前的18-19赛季和手术之后的19-20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都低于 30%， 手术之前甚至掉到了职业生涯的谷底。但是2020年之后有了明显的回升，刚刚结束的22-23赛季，他的三分命中率甚至在 40% 以上。在2021年，里凯尔自己分享了自己在19年的症状和感受。因为肩部的伤病，里凯尔的颈部神经受到压迫，手上的触觉和控制变弱，以至于不能抓住球。而最终手术切除了他肋骨的一部分，消除了这种压迫。 It was a tough battle. It kind of happened drastically over time where, the control in my hand and, the feeling of my hand just
started getting weaker and weaker, and I couldn't really hold the ball. It was a weird feeling. The nerves in my neck travel all the way through my hand. There was a blockage in there, so they had to go out there and go in there and take the first rib out. Just every time I shoot the ball, you know, slipping out my hand, or, you know, I couldn't get my natural, you know, fluid motion shot. So, you know, it was just a tough battle. I never experienced it before. I felt like people thought, you know, he doesn't work on his game or he doesn't work on his shot. Like, that's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I was working hard at it. You know, things were just so messed up in here. I would put work and the muscle memory wouldn't come together, and then come into the game and, you know, my body's just not cooperating with me. So it was a tough time, but, you know, I'm happy I worked through it and got through it, and, you know, just in a much better place now. 肩膀的伤势也许确实影响或者改变了里卡尔的投篮，但是直至今日，我并没有看过他被确诊为胸廓出口综合症的消息。所以我的结论是，里卡尔所遭遇的肩伤并不一定是胸廓出口综合症。他的发力受到伤痛的影响，但并不是忘记如何投篮。其次，这个投篮失忆症在2020年已经痊愈，而在中国队的投篮表现和之前的伤病应该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对照一下2年前 Black Ops 球局之中里卡尔的投篮和 UCLA 时期的投篮姿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不同？我不是医学博士，也不是医学的从业人员，所以每提到医学话题，我总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说错了什么。但是我在法学院的学习之中，我学会了举证责任的概念。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有义务提供证据。美国媒体 The Athletics 报道里卡尔的伤情之时，他们专门请来了2名医学院的副教授，分别来自著名的医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而最终文章也没有能够得出结论，里卡尔患上了胸廓出口综合症。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员，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学习，追根溯源，尽可能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疑问和思考，并且唤醒更多的人思考。我想这就是我做视频的意义和使命吧。这里 Telfair Peace。